军用无人机在设计上就充分考虑了抗强干扰，飞控系统和传感器也采用军用高标准。为防止遥控链路中断、卫星导航失灵的情况，还会安装较为昂贵的惯性导航系统，甚至星光导航，确保在极端情况下完成任务。可见，外媒频频对我国企业出口到国外的民用无人机进行炒作和抹黑，完全是站不住脚的。同时，我们也要了解，任何一款民用无人机都能在战场上发挥一定的作用，却不能跟军用挂上钩。民用级无人机它抗电子干扰能力比较差，但是呢，你像俄乌冲突的时候，大量的就是城镇攻防作战，俄军也好，乌军也好，电子战的系统呢并不是特别多。民用级的无人机呢，相对来说还可以发挥作用。根据俄罗斯方面释放的消息，俄军在俄乌冲突中动用的无人机包括前哨 R2 猎户座攻击无人机以及海鹰10侦察无人机，而使用最频繁的是海鹰10。海鹰10是俄军同类产品中生产最多的型号，至今已经服役12年，在俄军炮兵部队中被广泛使用，续航时间为16小时，用来寻找定位目标和侦察作战现场。海鹰10的主要优势是可以携带各类有效载荷，经常配备光电系统，对地面、水面目标进行搜索，确定它们的坐标。俄国防部此前曾通报海鹰10在乌克兰的运用及其分队的工作。一名系统指挥员讲述了他参加的一次战斗经过。他的分队根据命令对附近的一处居民点实施侦察，把无人机派往规定地域，随后发现了敌人的火炮系统，确定坐标后将数据发送给上级指挥所。很快，俄军炮兵就摧毁了这门敌人火炮。此时敌人仓皇逃窜，但无人机继续紧盯他们，又发现了预备阵地，又引导火力将其摧毁。整个战斗从搜索目标、跟踪到校射火力，总共用时约3至4小时，战果辉煌。从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俄军出动了较多的野战防空系统，却让乌军无人机钻了不少空子。请教一下杜先生，这是为什么呢？野战防空系统呢，一般是冷战期间，对于制式作战飞机进行的一种对抗手段。比如飞机的个头足够大，材料一般是基础材料，这样呢，武器装备系统的雷达部分能够第一时间发现目标，引导火力去攻击目标。但目前无人机很不规则，材料都是一些纤维材料，没有雷达这种特征。另外呢，它的飞行航迹很不稳定，有的尺寸又非常小，袖珍版本，也就是说，之前制式的统一的信号标准已经不复存在。所以面对无人机各种飞行航迹、各种材料以及呢各种飞行动作，目前的野战防空体系不可能100%的完全捕捉目标，也不可能100%的摧毁。比如在雷达盲区内无法实现准确捕捉和准确摧毁。如果隐身材料大量使用，也无法在远距离上发现目标。所以无人机经常可以在突防过程中制造很多漏洞。根据公开报道，乌克兰使用的军用无人机有从土耳其购买的 TB2型无人机，以及由美国提供的弹簧刀自杀式无人机。弹簧刀到乌军手上有段时间了，为何到现在还没有听说取得战果呢？白先生，弹簧刀确切说我们会把它分成巡飞弹。无论是自杀无人机还是巡飞弹呢，它们实际上在战场上面所进行的这个巡航时间不会太长，一般是几十分钟。那么这种情况下，它在发现目标之后，它最后还是会对目标进行攻击的。所以对于地面上遭到攻击的部队来讲，它到底是被弹簧刀攻击了，还是被对方的这个无人机发射的这个远程打击的弹药攻击了，其实地面上的部队不见得清楚啊，甚至有些部队可能会认为是遭到了炮兵的袭击，但实际上他们是被弹簧刀攻击了。而且弹簧刀应该来说，现在在战场上应该已经取得了战果，只不过说这个战果似乎还没有达到说让俄军觉得有必要说是做一些相关的反馈或者怎么样的情况啊。而且呢，因为我们说它作为一款这个巡飞弹呢，那么它在攻击之后它也没有相关的画面，除非你有意识的去通过这种其他机位的拍摄来去记录下来弹簧刀攻击的画面啊。